嗨，我是快，欢迎来到速酷3C 团。最近在看电视的人应该都有发现 Mini LED 这个名字一直出现。以前大家很容易先问 OLED， 现在选择更多啦，尤其是65寸、75寸这种大尺寸，亮度、控光和色彩系统好不好用，差异真的是会越来越明显。今天这一台 TCL 65寸 C7L 主打独家的 Premium SQD Mini LED 技术，65寸有1152区精准区域控光，还有最高 HDR 27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再来画面色彩可以达到100%的 BT2020全景广色域的标准。今天我们就用日常真的会用到的地方开始看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快速讲一下，依品牌资料 ，TCL 是全球 Mini LED 出货第1名，也是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，还是英超豪门兵工厂足球俱乐部的全球合作伙伴哦。再来，全球75寸以上大尺寸的电视，连续3年出货量第1，和全球 Google TV 连续5年出货量第1名。而且 TCL 从研发、面板、生产到销售都有自己的体系，也证明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。这几年 TCL 都把重心放在 Mini LED， 而现在 Mini LED 的成长速度已经高于 OLED 了，现在已经是高阶电视很重要的一条产品线。尺寸越往上这一类的高亮度分区控光的技术也越能看出价值。家里如果原本就是55寸或是更小尺寸换到65寸以后，画面里的暗部肤色、动态细节都更容易被看出差异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外观吧。65寸的 C7L 放进客厅，第一眼其实就是萤幕占比很高，边框收得很窄，那画面亮起来之后，视线会很自然的集中在内容上。正面底部是 TCL 的标志，机身侧边有 Premium SQD Mini LED， 音响区则能看到 Audio by Bang & Olufsen。那背面的接口和线材的位置也蛮好整理的，接上游戏主机、机上盒或是串流设备也不会太麻烦。接着来讲这台最核心的 TCL 独家 Premium SQD Mini LED 技术。那 TCL 把它拆成3个重点的硬体升级，第一个是精准控光。这台65寸的 C7L 有1152区精准区域控光，亮点和暗部在同一个画面的时候，背光可以做到更细的分配，让暗部更黑，亮点也不会过曝或产生光晕。那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主要在于 TCL 整合了全新一代的发光晶片，以及超聚光微透镜和微距 OD 技术，使得各分区的光型更佳，而且能够让小区域都能够独立精准的控制光晕。第二个是 Super True LED， 重点在超级亮子点带来的色彩纯度，让色准能够提升 69%， 还原真实的色调。第三个是 HBA 2.0 Pro 面板中的极彩滤光片，也是 Ultra Color Filter， 以精准的滤光结构透出纯度极高的3原色，整体色域覆盖提升了 33%， 让色彩的表现更干净，进而实现 100% 的 BT2020 全景广色域。那这3个技术合在一起，对应到品牌说的全场景广色域、精准色彩控制、更多的分区控光、更高的亮度和更纤薄的设计。这次的升级让画面更黑、更亮，色彩也更精准，相较于 OLED 也不会有烙印残影的问题整体寿命更长、更耐用。那 TCL 本身也是 SQD Mini LED 技术的创始者与专利拥有者。现在这套技术从不同尺寸一路往下延伸，家里的空间不同，也有能对应的选择。以65寸来说，已经是多数客厅很好发挥的尺寸了。画面够大，距离抓好之后，看电影球赛都很有感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画面吧。首先来看暗部、星空、夜景和黑底白字这几种画面，最容易看出分区控光做得怎么样。亮点旁边的黑色还是有层次的，画面不会整片灰灰的。夜景里的路灯、招牌、建筑暗部也都还看得到细节。那 SQD Mini LED 好看的地方就是亮的地方有亮度，暗的地方也能够维持深度。两边放在同一个画面的时候，画面看起来会更立体。看电影遇到这种黑暗场景，差异就很直接，尤其是字幕一出来，字幕的边缘和背景黑位的关系很容易看。那这一台看起来是干净的，不会把整个黑画面弄得雾雾的。再来就是 HDR 高亮画面通过 Super True LED 技术，能让高亮场景中的高亮色彩依然饱满纯净，像火焰烟火阳光照在海面、雪景这些内容一放就很有感。C7L 65寸官方标示65寸 C7L 最高是2700尼特，实际看到高光的时候亮点很有冲击力，旁边的细节也没有糊成一片。像火焰里面其实还看得到颜色的变化，雪地也不只是只有一大片白，海面的反光也比较有清楚的层次。电影、自然纪录片和高画质的游戏
这一段是真的蛮加分的。白天看的时候，亮度也比较能够从环境光里面跳出来，画面不会只剩下一层白。接下来看色彩表现吧。这台显示器之所以能够达到100%的 BT2020 全景广色域的标准，主要就是透过 Super QLED 技术升级，搭配 HVA 2.0 Pro 面板中的极彩滤光片来实现让全景能够呈现饱和纯净的稳定色彩。相邻的分区呢，还能独立发出纯净的光源，消除色彩干扰这一段，主打100% BT2020 的全景广色域。画面里的红色绿色蓝色橘色都很饱满，看起来不会脏。而且人物的肤色都保留很好的自然感，再加上 HVA 2.0 Pro 面板 ，TCL 这次把高对比、低反射、广视角都放进来了，坐在正中间看起来是蛮舒服的。从旁边的位置来看，色彩和亮度依然不受影响，而且也不会掉得太明显。家里多人一起看球或看电影完全没有问题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坐正中央所以这个差别就很明显。再来，很多人家里真正的环境其实是白天有窗户，室内灯也开着 ，C7L 这种高亮度的好处，白天看内容还是非常的清楚。那看新闻、看综艺、追剧也是同样的道理客厅不用特地弄得很暗，画面还是很有存在感。那身为棒球教练，当然要拿棒球来看我们来看一些投手出手或是击球的那个瞬间，高飞球、内野传球，这些画面很快所以球的轨迹清不清楚，真的是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像你看这段连续动态，画面节奏是跟得上的。在游戏部分，除了144赫兹的原生刷新率之外 ，C7L 有 Game Master 的游戏大师，支援288 VR 游戏加速器，还有 TSR AIPQ 处理器的加持，在游戏中能够进行极致的像素级优化。玩赛车、射击和动作游戏的时候，画面跑起来很顺，不卡顿，细节、对比和色彩都有被照顾到。那288 VR 游戏加速器记得要接在 HDMI 1或是 HDMI 2，搭配相容的来源才能够开启主机和端口接对之后 ，Game Master 里面的选项就能依游戏类型来调整。设定是不需要每一次都进入很深的系统选单，所以平常会玩不同类型游戏的人，切换起来就比较省事了。再来，这一个真的超重要，音效就是这一台的重点。这一台它采用 Audio by Ben and Lawson 专业调音。我拿 Podcast 人声对白和电影的片段来听，人声的位置很清楚，对白不容易被背景音盖掉，电影里面的环境音也比较有开阔的感觉。它还有 Biosonic 圆形混音器，手指在圆形的界面上面移动，就可以往不同的声音风格调整。就像我现在把它从温暖往活力移动，同一段内容的声音个性就会完全跟着改变。这个功能真的蛮适合平常看内容去玩，看访谈的时候，我会偏人声清楚的方向。看电影的时候，再把环境感拉出来，切换的过程也很直觉。遥控器按钮做得很直觉，常用的串流服务有捷径。拿起来是不用花太多时间来适应的。它的方向键、返回、首页、音量的位置都蛮好找。再来，家里的电视通常都会有 Google TV 嘛，操作节奏就非常重要。这边首页左右滑动，切进设定，打开 YouTube 和 Netflix， 反应连续操作都不太需要等，按住按键直接看想看的电影、动画或是搜寻棒球的影片，很快就能跳到结果了。那手机投放也有支援。iPhone 可以直接用 AirPlay 2，Android 或支援 Google Cast App 都可以直接投放到的 C7L 上。那像是旅行回来想看照片或吃饭的时候想放一段 YouTube， 直接丢到电视上，比大家围着看手机还要舒服很多啦。那总结一下，整体看下来 ，TCL C7L 把 Premium SQD Mini LED 的画质，白天观看、运动、游戏，再加上 Google TV 和 Audio by Ben and Lawson 专业调音，放进一台65寸的大萤幕里。家里面想往大尺寸升级，又很在意电影球赛游戏和日常操作的人，这一台真的可以直接列进你的清单里。那画面和音质最好还是你自己看自己听啦。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再到 TCL 的官方旗舰店或门市，亲自体验 Premium SQD Mini LED 的效果吧。记得要再听一下 Audio by Ben and Lawson 的专业调音，才会知道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哦。我是5块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